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么我们好久不见了。好，那我们再度回来，就是拍这个讲解影片呢。好，当然是要重磅回归，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在准备 GMAT 的路途上，一直好，我相信是从古到今啊，一直都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 RC 该如何检讨选项。包括你去看各种的补习班老师，好，或者是各种外面的论坛，在检讨 RC 的时候都是一团乱。OK，好，都只是在硬考。OK，所以今天到时就要教大家说，如何不要硬考 RC，而是要怎么样呢？有效的检讨 RC 的选项。好，这应该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到时在录完全部 OG RC 的讲解好的之后呢，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心得。好，来教他自修的时候要如何去检讨 RC 的选项。那么这个影片将会放在我们到时的这个自修教学部落格里面。好，那里面有更多各科的就是自修资源。好，欢迎大家就是好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这样子。OK 哦，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大家错误的检讨方式是什么。好，你知道大部分人的检讨方式都怎么样？好，比如说像这一题，你可以看到他说今天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bout its earliest scientific investigators of the quantum tower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他说，关于最早观察什么调查量子穿隧效应的这些科学家们，好，他们下列何者为真这样子。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怎么样的？哦，做这个题目做完之后，好开始检讨的时候，就是把怎么样，把文章里面这个定位去好抓出来，把它抓出来，然后怎么抓出来之后怎么样呢？就是想说 ，OK，好，那定位句我就把它贴在这边，代表说 OK，我今天有负责任，我找到定位句了，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贴这个地方意义是什么？请问你 OK？好，再来，还有就是什么？检讨5个选项的时候，你就写哦，比如说回去看这边讲是什么，尽管怎么样呢？最早我们就已经发现有什么量子穿刺效应是极快的速度，但是在1955年之前怎么样呢都没有发现。好，后来才发现怎么样？后来才发现说，好才认为说怎么样呢？量子穿隧的这个量子的怎么样呢的这个速度可以怎么样？可以就是比光海快这样子。OK 好，那就你读完内容了。OK 哦，根据内容选项是 C， 那 A 跟 B 跟 D 跟 E， 好 A 跟 B 跟 E 都是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好，就是你就单纯写个没有提到，就这样带过去了。OK 好，那像 D 选项好也是怎么样？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它里面讲的是最早就观察到什么？最早就观察到了量子会极端快速的穿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是无法观察，所以就写说应该是有观察到，这是大家过去的检讨，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吗？因为你的检讨，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检讨不是为了这篇文章。好，到时你要一直跟他强调这个概念，你的检讨不是为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哈，这是 OG 的文章或者是 PP 的文章，已经做古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古了？就是说这篇文章已经被放到 OG 里面，代表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再出现在官方题目里的那个正式考试里面了。所以你考试的时候永远不会遇到这篇文章以及它里面的内容了。所以你今天如果只是针对什么，针对这个内容做检讨，你没有任何意义，你懂我意思吗？好，你针对这个内容讲故事的做检讨，你没有任何意义。你把这个定位句抓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你以后遇到正式考试的时候，遇到下一个题目，遇到新的题目，你有这个定位句可以找吗？所以你找这个东西把它抓出来而已，或者是你只是检讨这个故事而已，没有任何意义。或者你只有写没提到而已。请问你写没提到，那请问你下一次他出别的文章、别的题目，他一样没提到，你觉得你多写这3个字有差吗？没差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提到这种东西是不需要检讨的。那听懂我意思吗？OK 好，所以今天来这种东西叫什么？我们就要分清楚 RC 的错误选项分3种。第一种叫什么？第一种叫做好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我们简称叫废选项。OK 什么叫废选项？就是你只要定对了位置，你就马上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资讯根本跟什么样呢？根本跟这个选项里面的资讯是对不起来的。好像刚刚怎么样？像刚刚这个 A 跟 B 跟 D 跟 E 这些资讯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样？都是对不起来的，对不起来的，你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去检讨它没有意义，因为你知道考试的时候，只要你定得到位，你就马上知道这个选项是错的，它没有混淆到你。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在选选项的时候，还是选错这些时候呢？选错 A 跟 B 或猪跟 E 的话，你就要记住，既然今天定得到位就不会选到，那你还是选到，代表什么意思？你定错位了。就这个时候，你检讨这种废选项的重点就不应该是什么？就不应该是在检讨说今天这个选项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不会提到的。
这个内容是这个内容是以后换了文章之后就是不会再出现的。好，所以检讨内容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应该知道的是，既然我们定到位之后，就不会选到这个内容差太多，差108000里元的废选项。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还会选到，或者还会犹豫？代表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没有定位精准，好，没有抓到关键的资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研究，要如何定到位。那很多同学就会说，那好，到时点我有把这个定位去抓出来啊。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一样，以后考试的时候会有这个定位句吗？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句子了，因为怎么样呢？这个文章在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了。所以真正的重点在于什么？重点不在于说定位句里面是什么内容，或是你把它复制下来贴上，你完全没有在思考。你应该要思考的是，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如果不一样内容，那我要怎么去定到位？那今天文章内容不一样，可是今天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语气跟态度，以及什么它的一些写法是会相像的。所以正确的检讨应该是什么？对于这种废选项，我们应该着重在定位，如何定到位，下次如何定到位。而至于下次如何定到位，我们应该着重在什么？我们应该着重在说 ，OK， 今天这个句子里面怎么样呢 ？OK， 这个句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好，这个定位句里面有什么？里面有 though， 好，这个语气它是表什么呀？它是表让步或者表对比的，所以你就知道以后文章中的定位的句子，在读第一遍文章的时候，如果读到让步或对比的时候，我们速度要稍微慢一点，让里面的内容留下深刻的印象。OK， 然后再来文章里面这个 as early as 1932，这里面是干嘛？又在强调最早的。OK 好，在强调最早的时候怎么样呢？这叫什么？文章里面出现强调最高级，那你就知道，好，当以后文章里面出现强调最高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速度慢一点。好，代表说这个地方是后面很有可能会出选项的重点资讯跟高频定位点。OK 好，那当然怎么样呢？包括今天题干的地方，好，题干有出现什么资讯可以帮助你定位 earliest 最高级，那你就知道以后看到什么，看到题干里面出现最高级的时候或比较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在比的是什么，它在强调是什么。好，比如说以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最高级是 earliest，我们就知道回去文章要找的是时间先后的相关资讯。如果今天以后看到的是什么 best，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 fast， 还有 faster、fastest，那就知道回去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找速度的相关的句子来进行定位。所以今天你们看到，对于这种废选项，如果你还会选错的时候，你的检讨的重点就不应该在于选项本身，因为你知道你只要定到位，你就不会选错。检讨重点应该在于如何定到位，而如何定到位，重点不在于定位句的内容，而在于定位句的写法、它的语气、它的态度、它的特色，以及你的题干里面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怎么样呢？帮助你定位。而这些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到时你归纳出来这些资讯都跟文章的内容无关，它跟所谓的量子理论的无关，而是什么？不管是任何领域的文章，就算下一次我遇到文章是历史，我遇到文章是地理，我遇到文章是天文，好，不管是什么样故事的文章，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写法，它才能帮助到你在之后考试的时候，或是连下一个题目的时候，在读第一遍文章的时候，你能够对这些关键资讯留意，然后呢，速度变慢，留下印象，后面真的要定位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你定得到，而这样子你就不会选到废选项。所以你们发现，当时你强调的重点是，你在检讨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现在做的这一步能不能够帮到你在做其他新的题目的时候，能够用同一套模式来解决，而不是只是单纯针对这个故事来做检讨。OK 好，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好，来，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再举下一个题目当例子。好，比如说像你看这个题目。The authors propose all of the following as possibly contributing to the missing matter in spiral galaxies except 这个题目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检讨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 ，OK， 今天怎么样？今天虽然文章里面有出现 missing matter， 好，你找到的是在文章这个地方，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它其实上真的用到资讯却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抓到资讯之后，我们就发现这4个选项都是什么？都是废选项，意思就是只要你定得到位，你就不会有错。OK， 因为它只是怎么样呢？一个一个的对而已，它连字都没改。好，那今天就知道检讨的重点不在于都写没有提到，而在于什么？以后考试的时候，你对于这种题目该如何正确快速的定位？这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个真正的定位句跟这个假的概念，跟这个假的定位点，好，它们之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OK 哈，你会发现这个题目里面考的是 except题，考的是 except题，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今天好文章里面一定要出好几项东西给你，你才能够一一删去。所以这种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句子定位句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句定位句的特色就是它有列了好几项，一项、两项、三项、四项，叫什么列句。所以你以后就知道说，看到文章里面句子里面它的写法，不管今天是不是天文或者地理或者是生物或者是什么自然，只要发现它开始列了好几个因素、好几个物件做平行列举的时候，你就要速度慢，特别留心。这边等一下可能会考 except 题。等下考的时候，我们就算第一个资讯找不到，我们也可以往下去找我们刚刚有记忆的那个可能会考 except 题的地方，这才叫做为其他的文章做，为其他的题目做准备。哦，你要记住，内容是什么？是暂时的，只有这篇文章会有的。但是 GMAT 的出题者的思维是永久的，是共同的。你要想的是，今天我的检讨能不能应用在以后的别的文章里面？如果不能应用在别的文章里面的话，那就干脆不要做这样的检讨。OK 哦，你只是在针对故事做检讨而已。你有没有发现，像这个地方，以后只要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文章，只要我们看到文章里面有这种写法，好，就这种列举的写法，我们自然可以联想到，等一下如果考到 except 的时候，好，如果关键字让我们定不到位，我们可以优先往第二个地方定位，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列举的地方。OK 哦，所以请记住，针对这种所谓的废选项，你应该要检讨的东西，不是选项本身有没有提到，而是要检讨的是你今天好为什么会选错，一定是因为定位不精准。你要如何定位精准，就要去研究定位句的什么样的写法，以及什么，以及选项里面那个题干里面关键字选的写法。好，那么第二种跟第三种，这种就是属于什么？不是没有提到，而是今天虽然里面的概念有讲到，但是方向态度相反，或者是什么？大家最常见的混淆选项叫什么？叫做逻辑错误。逻辑错误就是比如说过度推论啊，好，就是文档里面的字讲的很相像，只是可能一个观念稍微怎么样的，稍微改了一下。好，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原本是部分，这边变全部。好，原本是事实，这边推的是想法。好，比如说原本是什么？原本是偶尔，这边变成常常，这种所谓的过度推论。OK，这种所谓的逻辑的故意设计的混淆选项。好，那像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OK，好，如果是态度的相反，或者是错误，好，或者是所谓的什么样的，或者是所谓的逻辑错误的混淆选项，你就要记住，你今天检讨的时候，你要针对也是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而不是说今天是检讨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观念有没有相等。所以像今天你看这一题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一题，像比如说这个地方，他问的是说，请问关于怎么样的？关于对于关键物种的认定，下列何者？好，我们可以推论的出来这样子。那很多人就发现文章里面定位句是这个 ，OK 哈，depend on context whether of particular geography or sort of such factors as community diversity，好，所以像怎么样呢？这地方很多人看完之后，就只会把它复制贴上到这边，说哦，我找到定位句是这个。可是你其实可以多做一步，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找到这句话它整篇文章里面的作用，或者是它的写法。像这边就是什么，很明显是前面讲的是好定义关键物种所遇到的问题，最后做的是下一个结论，认为我们要看状况。OK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你就知道说，哦，以后看到文章作者要最后下结论的时候，这个结论会是什么？会是细节题的定位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后遇到别的文章，不管它里面是什么内容，只要作者要下结论了，我们就要速度变慢，而且等一下很有可能会怎么样呢？定到这个地方考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应用到其他题目的检讨方法。OK，而不是针对故事做检讨。那你看我这边5个选项。也不是针对故事做检讨，很多人会说，哦，今天文章里面我看完之后说什么样的？哦，原来今天是要 depend on context，哈，要取决于怎么样呢？取决于今天是不是有地理环境，或者是像所谓的什么族群密度，族群的这个多样性，或者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这个就是生物之间互动时间的长短这样子。OK 好，然后就会说哦没有提到，好，就让你就会写故事，就会写很多人就会写没有提到，或者是写故事说什么说哦这个族群的这个关系好不等于什么样的，不等于族群多样性。OK 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讲说 OK 好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地方 searching identification can best be made by removing the species from a particular ecosystem and observing changes in that ecosystem。然后就是文章里面没有提到说要观察什么，观察改变，你这样写故事就完蛋了。
的，因为别的文章不会有所谓的观察改变这样的概念出现。所以你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些选项里面是不是是不是态度相反了？是不是怎么样呢？有逻辑错误了 ？OK 哈，好。所以像你看到前这边的检讨都会着重在什么？都会着重在说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过度推论，有没有所谓的什么？有没有所谓的态度？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好，我这个 A 选项检讨就会是什么？就会是 OK。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样呢？A 选项里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好 primary 这个字，文章里面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只有讲说我们要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是没有把任何因素推成是主要因素，所以你把怎么样呢？原本的并列关系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逻辑错误。OK 哦，好，那以后你就知道，如果你选错这个选项，你就知道，除了看字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点是放在说有没有这种逻辑的关键字，它不一定错，它不一定错，只是它是剧院媒体会故意出混淆选项的地方。像比如说文章里面明明是并列，但是选项却变成什么？却变成某一个东西是重点。OK 哦，好，这就是什么呀？以偏概全了这样子。OK 哦，好，那像 B 选项或者是 E 选项，你就知道你可以看到里面有最高级 best， 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有态度字眼，是什么？是认为什么样的方法是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手段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手段是最好的。那你就发现文章里面只有讲说我们要取决于哪几个因素做考量，而没有说哪一个因素是最好。它一样什么？一样是今天就是好，原本只是列举，没有偏好态度，就突然推出了某个东西最好。OK 哈，好，所以你就知道以后看文章的时候，除了这种所谓的程度字眼，还有呢，如果看到最高级或比较级，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所谓的表态度的字眼的时候，像这种 reliable 或者像什么，或像比较级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去检查文章里面有没有出现逻辑上是不是可以推得的，有没有出现相应的概念。OK 哦，好，我知道过去大家检查到只会检查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选项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单字有没有出现？可是单字有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是剧院媒体最喜欢设计错误选项陷阱的地方。现在做 OG 做到现在，你应该做到现在，我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 OG 至少做超过一半的话，你应该发现一件事情：RC 很多时候它的正确选项都会换字换概念，它的错误选项都会用一模一样的字，但逻辑是错的。那你今天如果检讨的时候还在想说字有没有出现的话，那你就是永远傻傻被他骗了。那我们今天检讨的时候要注意到什么事情？要注意到的是，他到底换了什么样的概念？他到底在逻辑上设计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就知道哦，这个选项选错，是不是里面有一些逻辑的有表逻辑关系的？像比如说这种强调的，像比如说这种什么这种最高级或者是表态度的，像比如说比较的。OK 好，是不是文章里面有相应的比较，有相应的强调？好，然后呢怎么样？有相应的态度。好，所以对于什么样呢？对于这种什么样？这种错误态度或逻辑错误的，你就要回想一下，当初我选到这个错误态度的选项，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选项里的态度词，或者是我没有注意到定位句里面那个地方那个人的态度？比如说，刚刚如果检讨的时候发现说，你今天选到了什么？你今天选到了这种 B 选项或 E 选项，那你就要想，是不是我刚刚在读文章或者回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态度其实上是什么呀？没有去强调任何一边的。好，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以后读文章的时候，对于怎么样呢？对于句子有没有出现态度，你都要特别注意。好，那你就知道以后读文章你就有一个依据，可以去改进自己的弱点。那如果你就要回想，那如果你今天发现说，今天选错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选项里面有这个态度字，那你就知道以后读选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选项里面有没有表态度，这才叫做思考问题，这才叫做分析啊，不是说今天只是表面上这个字有没有出现，今天这个就是故事是不是一样，这不叫分析，这叫干嘛？讲故事。你要做的是从分析题目中找回自己的弱点。OK 好，这才叫有思考。好，那比如说怎么样呢？那如果今天选到说有逻辑错误的选项，好，如果是像这种所谓逻辑错误的选项，那你就要去想说，好，是什么样的逻辑错误混淆了我？比如说这个 primarily，好 A 选项我选到了，好，那我就知道以后今天看选项的时候注意这种程度字眼，不管是 primarily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 often，或者是 must，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 majority。只要是跟这种跟程度有相近的，我都要注意。比如说你选到 C 选项，
你就知道以后看选项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比较的时候，我都要注意到文章里面是不是有跟这东西做比较。那如果有的话，比较对象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怎么样，那还有就是什么比较的基准是不是跟文章里面的概念是相关的？这才叫做什么样？有在认真思考自己的盲点。OK 哦。而这样子检讨过后，你就知道你接下来写东西，你现在写下来检讨，你是可以应用到下一篇的题目上面。你在接下来看文章、看别的文章的时候，你在看第一遍文章，因为你前面做定位句检讨，你是针对什么？针对定位句的特色做检讨，所以你在看定位句的时候，你就会更仔细注意这些特色，而后面定位就会更有印象，就会因为第一遍看的时候更有印象，而不会定漏，而不会定错位。而今天你在选选项的时候，你就更不会去被单字所混淆，而会去注意到 GMAT 是不是在这边设计的逻辑错误的概念。OK 哈，所以这个影片今天主要拍，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检讨的时候不要再讲故事了。OK 哈，GMAT 是个思考的考试，到底是为了帮大家把思考的方法提出来，但是实际上的苦工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做。OK 哦，好，那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标出来的这些字，不代表说以后你看到这些选项的字就一定可以删掉。我们不玩技巧，我们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些字，它是 GMAT 可能会出混淆选项的地方。OK 哦，可能会出混淆选项的地方，但不代表说它是一定的错误。OK 哦，所以请记得慢慢归纳，慢慢归纳。OK 哦，好。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边为止，希望这样的讲解可以帮大家，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未来所有考 GMAT 的考生，能够解了一个什么千古的谜团 ，RC 到底该怎么检讨？OK 哈，好，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喽，拜拜。